今年的夏天格外难熬，不是因为气温，而是因为绝望的热浪正在席卷整个中国的年轻人。当他们刚从象牙塔走出来，迎接的不是梦想中的前程似锦，而是失业、低薪、摆摊、送外卖，一场没有尽头的现实拷问。就在这样的时刻，习近平的贺信再次高调登上新华社头版。他呼吁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历史使命。但问题是，理想还值几块钱？一位医学院毕业的女孩路边卖冰淇淋。在杭州，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地铁里当众控诉自己在保安公司拿不到最低工资。而在网上，清华学历的外卖员越来越多，学历越高，崩溃越快，几乎成为中国式青春的缩影。他们不是不想吃苦，是这个社会让他们白吃苦，吃了也没出路。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7月2号，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14届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28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贺信再次登上新华社头版头条，但他本人没有露面，而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代为宣读。习近平在贺信中说，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的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代表党中央致辞时，希望广大青年牢记习近平教导，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可是当前中国青年的理想早已被现实打得粉碎，毕业即失业成为年轻人的常态。清华毕业生送外卖，医学院毕业生摆摊卖冰激凌，屡见不鲜。很多年轻人被迫接受一份低薪工作，或者依靠父母过活，干脆躺平当烂尾娃。有网友拍到，在浙江杭州的一趟地铁上，一位22岁小伙子突然开始情绪激动地向周边的乘客倾诉自己的悲惨遭遇。他大学刚毕业，到一家保安公司上班，可公司不跟他签订劳动合同，薪酬为一天180元，可是按照杭州的最低工资标准，每小时24元，一天工资应为192元，老板给的工资根本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他被迫无奈接受了这份工作。他呼吁大家都能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抖音博主游上岸的李丫发视频自嘲，妈妈摆摊供他上大学，花10几万学费进了医科学院，结果自己毕业回来摆摊卖冰激凌，说出来他自己都觉得心酸。评论区一些网友质疑，他是否真的是本科毕业？今年5月，他又出了一个视频回应网友，其中提到自己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并出示了毕业证。该视频播放量超过500万。他的故事还没完，他就读的大学不干了，嫌他丢人，于是学校打电话施压，要求他下架视频，并强调他找不到工作只是个案，不代表整体。这真的只是个案吗？现在的社会还能出一个接替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热门人选，出身寒门的胡春华吗？出生在湖北五峰土家族马岩墩村的胡春华，1979年以全县文科状元考取了北京大学。为凑学费，他整个暑假到一个水电站工地背河沙，挣下100多块钱，加上父亲四处借钱，才凑齐路费和学费。这样的故事激励了很多中国的家长，希望通过寒窗苦读，将自己的子女培养成人之龙凤。可是现在时代变了，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早已断了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咸鱼翻身的机会。一位家长感叹道，高考刚结束，大学学费暴涨了50%，他奉劝普通家庭的孩子
与其说大学毕业后再找份送外卖或者家政工作，那就不如让孩子在9年义务教育后直接工作，不上大学，能节省几十万元。普通家庭的孩子很难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了。协和4+4的董小姐179分进上戏的那格格就是明证，阶层上升的通道彻底被截断。寒窗苦读10年，抵不过人家3代从政。孩子在学校读书越久，损失越大。在中国，教育的本质就是把年轻力壮的孩子集中起来，变成竞争关系，而不是让他们成为独立思考的人。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成为社会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2025年有1222万名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官方公布的2023年毕业生就业率为 55.7%， 但内部文件显示，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应届生的实际就业率也不足30%。为了应对就业压力，各大学校甚至开始造假就业率。更为奇葩的是，近日河南一职业技术专科学校被爆出招收本科毕业生，甚至研究生都来报名，引爆舆论。网友惊叹，先上本科后大专，以为是玩梗，没想到竟然是真的。还有网友感叹，这招的不是本科生，招的是绝望的灵魂，真是太疯狂了。就业难都把人搞成啥样了，太魔幻了。说到底是为了就业生计。这还不是最奇葩的，大学生就业难也给很多人创造了欺骗从而发财的机会。据 BBC 报道，忙于申请海外研究生的大3学生李小姐需要递交一份能够提升背景的带有实习经历的资料。一位所谓前端导师向李小姐推荐了一份为期3个月的美国某著名食品品牌的远程市场营销实习岗位。李小姐需要为此向该中介机构支付每月 1.5 万元人民币的服务费用。结果是，在她被骗交了 1.5 万元后，她被踢出他们的朋友圈。中国教育培训机构前从业者杨先生表示，不管是中介和企业员工合作的真实习，或是中介伪造的假实习，本身都不太合规，一直处在灰色地带。然而在中国付费实习产业的确存在需求，估计在中国的市场规模大约在1年2亿人民币左右。英媒卫报报道，随着中国经济下行，算命在年轻人中盛行。 Wonderzone是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兴起的几家算命酒吧之一，提供种类繁多的饮品，起价为吉利的88元。在北京丰台区一间灯光昏暗的算命酒吧门口的留言板上写着，通过考试遇到理想伴侣，变得富有，暴露了顾客们在鸡尾酒和灵性救赎之间流露出的内心焦虑。顾客可以一边在落日时分俯瞰北京天际线，一边请店内的20岁的 Z 时代算命师占卜求签。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年轻人对未来格外没底，于是一些人开始转向玄学或神秘学。腾讯支持的占星应用 CC 已被下载超过1亿次，这个趋势被称为精神经济。1-2年前，几乎没人相信玄学或算命，经济下行最明显的迹象就是这2年这种信仰明显变多了。一名微博用户写道，中共一向以无神论作为其官方立场，并向中国人灌输佛教、道教等信仰被视为迷信，并予以限制打击。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的高官在名利场争斗激烈时，也去到庙里烧香算命拜佛，以期保佑他们自己升官发财。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